好的，我们接下来简单介绍一下 PTR 的安头游侠啊，然后这个玩法其实也不只是游侠专属啊，所有的职业都是可以用的。就是这个玩法相当于一个残疾人轮椅。我们说一下它的构筑核心啊，构筑核心就是我们现在用乱射啊，你不喜欢用乱射，你拿什么逆行剑、小飞刀，甚至是穿透射击，你拿它去触发安头的这个毒星星都是可以的。啊，然后用这个毒星星去打伤害。游侠是比较配饰这个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游侠有一些跟毒素相关的啊，我找一下在哪里啊？你看这个毒素相关的增伤的这种的传奇的巅峰，还有我们的一些效果啊，就像你这个毒冰雕纹这样。然后除了游侠之外呢，法师、死灵啊，甚至是德鲁伊都是可以拿这个玩法去刷100层的。然后啊，PTR 现在的安头是有 bug 的，它的实际伤害比正式服要低很多啊！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 PTR 的这个安头是12万的面板，正式服的可能是3万多的面板，但是这个12万面板打出来的比正式服3万面板打出来的要低，所以接下来你看我的整体的战斗，你要把我的伤害加个可能3倍左右去看啊，就包括我待会儿打100层，你可能要把它等效的换成115到120层啊，这么来看待。然后这个玩法核心就是这样，别的职业也是能这么玩的。本来今天我还想去玩玩法师的那个多头蛇啊，法师这个赛季 PTR 能够去附魔多头蛇的头，然后能一次招10个蛇头出来。不过听说 ROB 已经做了这个东西的视频，说它已经超出控制了。我觉得正式服可能要没，我们就先做游侠的啊。游侠还有一个东西是暗影匕首，可以让我们打 BOSS 打得更快啊。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正常打一下，就说一下，之前我们不是说了吗 ？PTR 里这个 BOSS 会有一个很高的强度，现在我发现是只要见面然后离开啊，你就能把 BOSS 的强度恢复正常啊，包括你看就是这样啊，打的就会快很多啊。然后我们这个玩法我为什么要乱射玩呢？因为射的开心啊，你看啊，就像这样子，我这么一直乱射，对吧？感觉就跟自己这样暗黑3去玩这个火多虫一样。你不喜欢乱射这个技能，也可以用别的技能来触发。总之核心是安头啊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打一下100层，然后给各位演示一下，然后说一下这一套构筑，包括你玩其他的职业要拿这个构筑打需要注意什么啊？其实最主要注意的就是2个东西，一个是高攻速，一个是高幸运啊。高攻速可以让你更快的释放技能，高幸运也能让你更快的触发安头，核心就是安头特效去杀怪了。就进度阶段的话，反正看看吧，希望这一把的录制不要出现 bug。我们之前的录制是经常出现 bug 的，就这边又涉及到 PTR 的另外一个 bug 了，就是小怪的进度经常不够啊。就很多人可能觉得正式服偶尔也会出这个问题，是不是你怪打的少了呢？不是的啊，就 PTR 这边的进度实际上是比正式服我觉得要低个30%到40%的啊。就各位你看我们的战斗就是你对着远处射箭啊，然后这个小怪就触发安头了，然后就中毒了，然后就死了啊。整体的打法就是非常休闲的，你不需要干什么啊。按键跟密信键是一样的，你上去扔个烟雾弹射啊，然后这个毒素炸出来，然后小怪死了，大概就是这样。打 BOSS 的时候，你可能多按个陷阱什么的，把我们的暗影图腾招出来嘛，打 BOSS 对吧？啊，那就是这样。就反正这个东西可能不是下个赛季游侠的最强的玩法啊。游侠现在有一些强力玩法在 PTR 是没有人发的啊，我大概也有了解一部分，但我也是不会发的啊。现在大家是一个藏招的环节，这个 PTR 就是如果你发出来了，那你可能就要遭殃了啊。所以大家现在都是藏着，主要是上一次的 PTR 吧 ，S4 的时候啊，大家都是正常玩，因为那个时候呢，我们觉得暗黑4的设计师是有水平的啊，很多东西我们发了，是他会看这个东西来调节，他知道这个东西的强度，但是经过整个 S4 到 S5的平衡性调节，我们发现暗黑4的设计师是没有脑子的啊，很多东西就是他根本不知道它的强度，出来了之后他觉得强，或者有人说这个玩意很强，他就要砍了啊，典型就是法师的冰封球，还有死灵的那个高级的傀儡精通，这2个东西你说它真的很变态吗？其实也没有啊，但是设计师觉得你强，你就要死。所以现在这个 PTR 呢，除了 bug 之外啊，大家很多职业、很多玩法是不太愿意分享自己的构筑的，就是这个原因啊。就包括游侠这边也是，我现在分享的这个构筑也不会是最强的构筑，但是它是一个保底的玩法，就是如果下赛季所有玩法都被砍了，你什么都没有
那你就可以玩这一套了。而且这一套确实打得很爽啊！你看这个射击的感觉，对吧？啊，然后需要注意一下，我们这边还是点了处决的节点，因为那个节点是顺路点的，传节点非常好用啊，我们还是能处决怪物的。这样就算如果你要打很高的层数，你至少进度也是能推的啊。当然，这个处决这个东西也是有点超出设计师预期的，不确定到时候改成什么样，可能是改成处决受伤的怪物，或者是不能处决精英了啊。是一定要安头啊，一定要安头，我们这个构筑里是一定要安头的，就核心就是利用安头的毒星星来杀怪，因为安头这个毒星星的基础伤害很高啊。你看我们这个乱射这一顿乱射。面板可能才只有1万多点面板嘛，安头这个面板有12000啊，当然乱射还能吃到别的 buff， 但安头这一轮加强之后，它的本身的强度就已经很高了啊，包括现在正式服你也是能用安头这个玩法来速刷100层的啊，可能过2天我去录个正式服的毒飞刀的速刷的构筑啊，那有点瓜是因为现在的强度不够呀，你要把我的强度现在要再加个10几层。啊，我们这边开头的时候说了，安头现在是有 bug 的啊，伤害有 bug。它虽然显示是12万的面板，但实际上可能是只有2万到3万的面板啊。你要把我的伤害乘以3到4倍啊，才能会正常一点，懂吧？就你要把我的伤害翻个3到4倍，才是这一套 BD 的正常的强度。更多能量。啊，就可能是我现在打的，可能这套 BD 打120，甚至是125的强度，这也没办法，因为它就是有这个 bug 啊。我为什么前2天会做一个视频专门去骂它，就是这个原因啊。因为安头 BD 如果可以玩的话，我在 PTR 我能玩安头游侠，我能玩安头枯萎，我能玩安头的法师，对吧？我甚至还能玩安头的旋风斩，但这玩意现在有 bug， 那就很多玩法就玩不了。这也是一个原因，你们看我的伤害要这么变着来。当然，要是到时候暴雪说啊，这就不是 bug， 安头就是我们想改成这样的，那这个 BD 也得死啊。只不过这个概率很小，就是啊，主要是现在在 PTR 的安头触发伤害比正式服的低，正式服的面板是它的1/3，但正式服打的比它高，就真的很逆天啊。这个玩法如果是现在正式服也是能打100层的，我跟你们说。啊，我现在打100层这么刮，一个是 PTR 这边的进度有问题，另外一个就是我的伤害其实是比正式服要低的，就是这么抽象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但就是有这个事实，鬼知道是为什么呢？啊，说真的，要不是因为 PTR 这一些新暗金确实有点意思，我早就不玩 PTR 了。好了，那我们接下来就正常打，就我们这边就进去，然后出来。啊，然后再进去这个 boss 就正常了，啊，大概就是这样。总之，这是一个充满 bug 的 PTR， 我也只能跟你们分享实在了。我实在不想去专门去用心去做一些到正式服很可能没有用的东西，啊，就包括本来这个 PTR 有很多，哎呦操，早知道上去直接送了，太尴尬了。啊，这套硬吗？这套你正常刷是够硬的，但是我现在很脆，因为我只有2万的血。我2万血的原因是因为我这套装备非常的烂。我捡的垃圾搞的，啊，一身的垃圾搞出来的，所以我会比较脆。啊，稍微要补一下这2个东西，护肤感觉还是有点慢啊。整体强度大概是这样的，然后再看正式服的暴雪改不改吧。啊，正式服的暴雪如果去把大秘境还有安头的数据调成正常的话，这一套在低层的速刷非常的爽。啊，就是如果没砍的话，这一套正式服刷起来非常爽，但如果砍了的话，那正式服可能就要另寻出路了。啊，就是我反正就是你们知道，安头现在本身的强度就是这样啊，你搞一个构筑能帮你去过个90层、100层。死灵跟法师的话，看我待会儿有没有空去弄吧。啊，如果我没有心情去弄的话，大概就这样了啊。那么我是琉璃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